芈月妹妹，咱们3个人这一夜就这么守着吗？嘘。身为应女，头3日依礼法，都得这么在室外守着。反正就这3日，3日之后就由玳瑁、珍珠等贴身侍女打理了。忍忍吧。要不然咱们轮班吧，一个人先靠着板壁打个盹儿，另一个就守着，等到下半夜咱们再换。好啊，那孟昭姐姐和芈月妹妹守前半夜，我守后半夜，如何啊？不用了，这前半夜都快过去了，景妹妹也没休息多久，就由你和芈月妹妹来守上半夜，下半夜由我来守吧。谁看不出你的心思？应女陪嫁守夜，不过是为着夫君兴致来了，可以随时侍奉。上半夜大王必是和王后欢好，到了下半夜，谁守夜谁得便宜。我看你就省省吧，咱们打个赌，这一夜我们3个都白守。大王是不会叫任何一个人进去服侍的。那可不一定。你说这话真不知羞耻。你才不知羞耻呢，我只是堂堂正正把话说出来了，可不像有些人明明心里想要，却口不应心。哎，行了行了，既然你们都想守下半夜，那我来守上半夜，你们先歇息吧。哼。大王，大王您醒了。王后还在睡觉，别吵醒她。大王可要更衣洗漱？奴婢这就去叫人。不必了。母亲，大王，大王历来是4更习武，5更上阵。可这是大王大婚呢。芈月有所不知，大王又不是第1次大婚，过去也是这样。母亲，在。盾牌。没想到大姐也有这么好的身手。师傅跟着大王上阵多年，每日陪着大王习武，这么多年下来，多少也能有些功底。常年累月陪大王习武，真是不易。1年4季风雨无阻，倒也行。哎，可眼下是夏季，若是到了冬季刮风下雪，4更起来，你们就更难了。这大王都不难，我们做下人的有何之难？
法，再来。是。大王，母监更衣。是。大王的武艺真是炉火纯青，让臣妾大开眼界。大王真是有万夫不当之勇，静如处子，勇如猛虎。小丫头，王后还没醒，你该陪她多睡一会儿。是，大王。月儿，姐姐，姐姐，你起来了。妹妹，大王呢？大王去哪儿了？大王4更起床练剑，此刻去洗漱更衣了。那妹妹怎么不叫醒我？大王体贴，说让你多睡一会儿。来到咸阳，嫁入秦宫，按理说我该心满意足，但我心里却更是七上八下的。昨日本想与大王说及无关有人下毒之事，但显然大王不喜后宫有人明争暗斗，只好忍了下来。姐姐别急，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唉，算了，不睡了。即使大王体贴我，但身为王后，更该服侍大王才是。你们快帮我洗漱更衣吧。是。大王，拜见大王，拜见大王，拜见大王。王后今日端庄秀美。大王，臣妾服侍大王用早膳。不必了，寡人还要去宣示殿处理政务。大婚3日不是免朝吗？寡人只是去处理政务，午时会与你一同用膳，之后要去宗庙祭祖，过一日还要在后宫接受朝贺。永香令过会儿会向你禀示。是。香儿、慧儿，拜见芈月。起来吧。谢芈月。这是葵姑，这是我弟弟魏冉。你们叫我小冉就行。从今以后，你们就跟着我们了，无论好坏都是我们的人。我不会苛求你们，但也请你们自重。秦宫有秦宫的规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懂之处，问葵姑便是。是。下去吧。姐姐，我出去玩了。好，别跑远了。哦。葵姑心里一定怪我。从楚国陪嫁过来的侍女还有不少，为何专挑这2个少不更事的来做贴身丫头？这次进秦宫，你定要选这个最偏远的小院子住。我由着你，你自小在宫里吃苦，不习惯人伺候，我也觉得人多口杂，手下够指派的就行。但这里是宫廷，你是楚国公主，身边人总该伶俐管用些。伶俐管用自然是好，忠厚老实更重要。年龄大的侍女都是被调教过的，这楚宫里面尔虞我诈大约学会了不少。所以我挑人
只要一条，就是心里头干净。做事情拙，我可以教他，但做人拙，你是教不好的。说是朝贺新王后，但魏夫人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妹妹查了查，这前朝后宫简直就是魏国人的天下。魏夫人是先王后的妹妹，魏少氏又是魏夫人的族妹，大王的长子公子嬴华是魏夫人的独子，连那大良造公孙衍也是魏国人。妹妹，快把那些有封号的嫔妃都跟我说说。听说大王素不好色，宫中嫔妃不是先公所赐，就是与先王后大婚时的应女和各国送的美人。唐夫人资历最老，大王少年时就跟着大王了。大王登基之前与魏国联姻，魏夫人随着先王后嫁到了秦国。大王登基后不久，魏王又把樊少氏和魏少氏送给了大王。另外，魏良人、国美人分别是东周公和西周公所送，除了病故的和犯了宫规被夺了位分的，宫中有封号的也就这些了。外人都传，眼下大王最宠爱的是樊少氏和魏少氏，樊少氏也是刚刚有了身孕。这些人之中，也不知道他们对我们都是什么心思。眼下不管他们千条妙计，姐姐只守一定之规。赏赐的东西我有准备，姑姑，去把那东西拿来。是。珍珠，大鸡一对，手镯一对，簪钗一对，这些都是打算赏给魏夫人的。因为先王后去世后，魏夫人一直有掌管后宫之名，而且她的儿子嬴华又是大王的长子，所以赏赐之分也应当要重一些。这样不妥。眼下姐姐已经是秦国的新王后了，而魏夫人也已不再是主持后宫之人，她的东西若是比别人多，定会让人猜测姐姐对她有所倚重，更是有所畏惧。依我看，她的东西应当与别人一样，这样让仰仗她的那些人知道，如今后宫的主人已不再是魏夫人，同时可以让众人知晓，新王后对大家一视同仁。就照你说的办。珍珠，按照赏赐的人数到我的嫁妆中挑选出来，一人一份，全都一样。是。大婚当日，魏夫人话里话外都颇为挑衅，算是公开与我为敌。但其他人，我心里无数。听说那个国美人艳冠后宫，当年入宫3日，就被大王封为了美人。宫中永远不缺美人，姐姐不必惧她，倒可以好好安慰她。至于那些相貌平平，头脑却不平平的人，姐姐倒是要好好留意。臣妾拜见新王后。各位姐姐免礼。谢王后。臣妾恭迎新王后入殿。这交房殿雄宏巍峨，但这陈设未免过于简朴了。这殿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当年我姐姐先王后亲手安顿的。我姐姐就是先王后去了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她在世时的摆设，丝毫没有改变。就连每日熏的香，都是她最喜欢的千蕊香。今日新王后在这儿，臣妾恍惚觉得我姐姐并没有离去。据说，当年我姐姐出入宫受朝拜，穿的也是同样的敌衣，站在同样的位置上。唉，真是物是人非，让人唏嘘不已呀。魏夫人定是糊涂了。今日本该魏夫人带领后宫众人朝拜新王后，但魏夫人好像打算带着众人祭祀你那过世的姐姐。哎呦，罪过罪过！芈月不提醒，臣妾还真是差点忘了自己的本分，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了。这时辰是该臣妾率众姐妹拜见新王后了。那好，今日初见几位姐姐，不知该如何称呼。魏夫人昔日主持后宫，那就由你来引荐吧。臣妾魏氏拜见王后。王后应该是知道的，我与先王后是一母同胞，大王恩赐，册封夫人，生公子华。这位是唐夫人，在后宫之中，唐夫人的资历最高。唐夫人是唐国之后，公子焕之母。大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服侍大王了。拜见王后。唐夫人免礼。谢王后。这是魏良人。拜见王后。免礼。早就听说魏良人才华昭昭，多谢王后。王后，这是国美人。拜见王后。免礼。谢王后。我知道国美人，美艳倾国。王后谬赞。这位是樊氏，魏国人，封少氏。哎呀，樊少氏，快快免礼。你既然有身孕，从今以后见到我，不必再那么多繁文缛节的。谢王后。这位是我的族妹，魏少氏。拜见王后。免礼。谢王后。魏国果然出美人。好了，这是我的几个妹妹，也来见过各位姐姐。这是芈月，是我同父的妹妹。王后的亲妹子才是人才出众呢，我们姐妹都领教过了。这是孟昭氏，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儿。这是景氏，她的族兄就是景差。景差善赋，列国皆知。玳瑁姑姑，把东西端上来。是。今日与众姐妹初次见面，每人姬钗一对，镯子一对，簪耳一副，锦缎2匹，诸公子书简一卷，笔墨刀砚一副。谢王后。谢王后赏赐，只是魏夫人和我们众姐妹的赏赐一样多，实在是不妥。
有何不妥？王后初来乍到，恐怕不太清楚这其中的缘由。魏夫人主持后宫多年，不管是先王后在世时，还是大王平日里赏赐，魏姐姐都和我们众姐妹绝非一样。那照着魏少使的心思，这赏赐的该多了，还是该少了？这多少，当然是由大王和王后随意。这话就对了，多与少都是大王和王后随意，而不是别人讨要的。所以，今日的见面礼没什么不妥的。王后与众姐妹寒暄多时，一定口渴了。来人，敬茶。哟，王后怎么不喝呀？你看这茶，细秀如眉，状似兰花，色泽清脆鲜润，白毫满披。这可是茶中的极品，是大王赐给臣妾的好茶。王后不喜茶水过烫，何况好茶要配好茶具才妥当。芈月当心，这是先王后最喜欢的茶碗，就剩下这么一对了。哎呀，芈月，这可是先王后的遗物，芈月此举冒犯故人，大为不敬。既然是先王后的遗物，那你们应当好好收藏供奉才是。随意端上这茶碗给新王后敬茶，看来是你们不敬在先。先王后亲切和善，谦逊有礼，让我们众姐妹无论何时总忍不住睹物思人。又加之今日新王后接受后宫朝贺，姐妹们是希望新王后在后宫之中成为众人表率，恭谨谦和，不输给先王后。先王后左右逢源自然是好，但作为后宫楷模，新王后不但要待人一团和气，还要守正不阿，不然是非混淆，黑白不分，这后宫岂不乱套了？你这是指责先王后是非不分，黑白不辨了？我的意思是，行事个人有个人的气魄。你只是个应试陪嫁，无名无分，怎么如此这般放肆？芈月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魏夫人是要与我论名分吗？臣妾不敢，臣妾只是觉得这是先王后留下的遗物，就这么损坏了，只怕得有个说法。既然是遗物，就不该拿出来随便乱用。所以说，还是魏夫人不够真爱。从今日起，这交房殿里里外外所有先王后的旧物，都送到先王后的2位卫士妹妹们房中去，让人摆放整齐，设炉焚香，以方便2位姐姐每日睹物思人。至于这控制下来的交房殿该如何布置，我另有打算。今日交房殿好热闹啊！拜见大王。大王，寡人知道今日你们姐妹相见，看起来你们都相处得很和睦。大王，各位姐妹都颇为热诚，让臣妾感动不已。如此，寡人就放心了。大王，2位卫士姐姐向臣妾述说了他们对先王后的思念之情，臣妾想请大王恩准，将这交房殿先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都赐给2位姐姐保管。这交房殿久无人居，臣妾想重新整修布置一番，也让大王看个新鲜。你是寡人的王后，这些许小事，你自己做主便是。是，大王这么说，臣妾就安心了。
妹妹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今日若不是靠妹妹的才智，很难打下魏氏姐妹的气焰。其实他们并不惧怕我一个小小应试，能让他们低头的，还不是因为姐姐的位分。大王想要一个清静的后宫，我也并非妒忌之人，容不得大王与别的女人亲近。我只是厌恶那些想要算计我的人罢了。倘若魏氏姐妹真能看在我的位分上夹起尾巴做人，我也会放他们一马的。只怕难遂姐姐心愿，他们想要的永远比姐姐能给的多。妹妹看到魏夫人脸色了没有？白了又青的。魏夫人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今日大约也是轻视了姐姐，才会措手不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我一想到交房殿大小物件都要搬到魏夫人和魏少使的殿中去，我就忍不住想笑。永香莲给我列了个清单，大小物件有上百件呢，车子运过去得好大一堆。魏夫人和她的族妹妹，面对他们谦逊有礼的先王后，大约要好好哭一场才是。姐姐的法子果真有用。我打算过几日再去他们房中查一查，假若少一件东西都不依他们若敢不把那些废物当宝贝供起来，我定要治他们一个大不敬之罪。只是光出一口恶气还不够，还需要细心找出他们陷害姐姐的证据，才能向大王出手，铲除祸根，不留后患。妹妹，姐姐还有一个心思。环顾着秦宫，色彩沉闷，布置单调，说好听了是朴实无华，说不好听是熬青手淡。姐姐想也让这秦宫缤纷绚丽，有一点新气象。对，那姐姐不妨把楚国带来的丝绸锦缎给各宫的嫔妃们送些过去，再让宫里的缝纫绣娘给他们和他们的应试以及他们身边的宫女们多做些新装。另外，既然姐姐要重新修整交房殿，那不如里里外外都按照姐姐喜好的楚风来陈设，让人耳目一新，有另一番天地。别提了，这里简直就是魏夫人的天下。你看各宫嫔妃在魏夫人面前低眉顺眼，曲意奉承的样子。魏夫人也是依仗先王后的威风欺负人惯了，她的势力虽盘根错节，但也并非牢不可破。宫中的嫔妃都是来自诸国，各有各的厉害，各有各的心思。看模样，唐夫人应当是个老实人，魏良人虽眉眼精明，但言语却谨慎小心。姐姐，何不借着这些锦缎丝绸与他们多走动走动？妹妹说的有道理。王后，大王他一会儿就要来了。知道了。姐姐，那妹妹先走了。妹妹，我还有事要问你。你真的不愿意服侍大王？姐姐一定知道，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楚国有一只神龟，已死3000年。楚王以锦缎竹匣藏神龟于庙堂之上。你说对于这只神龟来讲，它是宁愿死后留下骨头让人珍藏，还是宁愿快乐地活在烂泥里？妹妹胸无大志，只想做一只泥土中的乌龟。望姐姐允许，3年之后，让我带着葵姑和小冉离开秦宫。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只是妹妹明珠暗投了。姐姐快些梳洗打扮吧，我先告退了。王后，今日的情形，奴婢在一旁都看见了。王后的确是赢了一局，可那个芈月的风头，简直盖过了王后。你也该看到了，当时除了月儿，无人能帮我。月儿不争宠，不要名分，你还要她如何？奴婢多嘴了，王后息怒。
拜见大王。芈月，你这是往哪里去？王后允许臣妾住在会院，臣妾这是回房去。住得那么远，方便吗？臣妾自小喜欢清静，若离永巷太近，会觉得不自在。这次寡人见你，似乎拘束了很多。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小野丫头，上哪里去了？臣妾长大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年幼无知了。这与寡人上次见你，似乎没隔多久啊。有时候人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既然是王后的陪嫁，并已入寝宫，衣着何苦这样简朴？那日献武少司命，你的穿着可谓光彩照人。大王该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皇公子虽不幸故去，但秦国还有许多好男儿。世上悦己容易，可知己难。说的也有道理。大王请。大王对芈月有兴趣？不是你想的那种兴趣，老东西。哎，别再往正殿里搬了，店里都已经放不下了。那放哪里啊？这些都是什么东西？拿去当劈柴烧都没人要。大王的旨意，凡是先王后遗留下来的物品，都要由魏夫人和魏少使小心保管。你不必跟他说了，他也是听差办事。去吧，放到偏殿的库房里。是，都搬到库房里去。姐姐，我那儿也一样，送了一大堆没用的废物，都堵在门口，连人都快进不去了。姐姐，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了。是我们自己小觑了对手，作茧自缚。姐姐，那眼下咱们该怎么办呀？我让你叫的各宫嫔妃呢？我都叫了，他们一会儿就过来。哎呀，这都什么呀？你们看看，那几个处女真是太无礼了。姐妹们，我们可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的过去了。真是的，哎，我倒也罢了，谁叫我过去主持后宫呢？新王后不拿我立威，拿谁立威呀？倒是各位姐妹们，好心与王后亲近，却平白叫人羞辱了一场。可不是嘛，还不仅仅是王后，就连一个没名没分的应女，竟然都骑在我们头上，简直是无法无天。别的不说，我对各位姐妹可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这2日大家都看到了，往后这后宫之中，只怕处女当道，我们姐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夫人说的有理，怎么能任他们这样欺辱我们？要让他知道，谁才是后宫之主。就是。唐姐姐，魏妹妹，樊少使，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我能说什么？她是王后，后宫只能她说了算。咱们认命吧。凭什么认命？不认命又怎么样？樊少使，你说该如何？夫人说了这么久，我还是没有明白夫人为何生气。近日也不知是怎么了，身子乏得很，觉好像总有睡不够似的。各位姐姐笑话了。此刻我只想顺顺当当的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以后也好有个依靠。至于
这件事怎么办呢？夫人说如何，那就如何吧。樊少使真是娇贵的出奇呀，肚子里有喜，这是好事。人怎么却因此变得糊涂了呢？魏夫人不怪罪就好了。其实方才各位姐妹言重了，王后初来宫中，就算有什么不到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多提点着，才不负大王对我等姐妹的期望。哼，提点，明明是我们吃了亏，难道还要帮他？帮他也是帮自己，至于帮不帮，如何帮，还要看姐妹们各自的心思。哼，那照魏良人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忍了？日后在这宫中，那我们岂不是要任人宰割了吗？刚才国美人和唐夫人也提到后宫谁做主，依我看，后宫是大王的后宫，自然只有大王做主。魏妹妹的意思是，姐姐想想，我说的话到底对还是不对？魏妹妹的话言之有理。来，给各位姐妹上茶。是。大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老奴无功受禄，实在是不敢当。大监客气了，您是大王身边的老人，照应大王多年，当然有功。那老奴就不客气了。我请您来，一是因为我从楚国带来了上好的茶叶，请您品一品。二是心中有些疑问，还望大监指点迷津。王后但说无妨。宫中都说唐夫人是服侍大王最久的，先王后在世也就罢了，先王后不在了，她既有儿子，位分又高，为何这后宫当中全都由着魏夫人一人说了算？其实这并不奇怪，唐夫人当日就不曾受宠过。大王做太子时，后宫素来只倚重一人。是谁啊？是大王长姐嬴夫人。大婚那日，王后理应见过。因大王母后过世很早，长姐待她如母，姐弟情深。后来嬴夫人出嫁到了魏国，为魏太子妃。那年马陵之战，魏国被齐国重创，我大秦趁势出击，夺得了魏国河西的大片土地。那时战事的主要消息都是由嬴夫人传递回母国的。后来事情泄露，魏太子，也就是当今的魏王大怒，将嬴夫人休婚，并将她驱逐回了秦国。那再后来呢？嬴夫人就再也未嫁。她自己虽然未曾生育，却为大王抚养了大公主，并替大王掌管了后宫的一些事务。大王极其敬重她，就连先王后在世时都让她3分。先王后过世前，嬴夫人的身子就不似过去了。先王后过世后，因魏夫人是先王后的亲妹子，又有些长世之才，于是就名正言顺地掌管起后宫的事务。嬴夫人为此就搬到了大王赐给她的北郊行宫去住了。依大监看，我是否该抽时间去探望她？嬴夫人喜清静，不去也罢。夫人，雍大人来了。哦，让他进来吧。是。你下去吧。是。雍瑞拜见夫人。雍瑞，你来得正好，快过来吧。雍瑞，今年呀，我这梨子结得特别的好。
一咬一口甜水儿，就是不耐放。我这正想着挑点大的给你送过去呢，你就来了。夫人，前一阵子大王大婚，宫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我惦记着你，却又抽不出身来。你若是再不来呀，我真的要恼你了。所以，夫人才要送礼给我。即便送礼，那也离不了。哎，洗洗再吃啊。雍瑞，有负夫人。有你一日，我便高兴。你何苦要说这些呀？那新王后仿佛很得大王的欢心啊。新王后端庄温婉，不过我倒更看好她那个妹妹芈月。芈月，想起来了，大王大婚我见过的，那是个口齿伶俐的丫头。确实。魏夫人特地把我叫回来，定是有话要说。魏妹妹向来都是最聪明的，今后何去何从，还请妹妹帮姐姐拿个主意。姐姐这是做什么？你明明已处于不败之地，何须我来拿主意？妹妹不必多礼。妹妹，你此话怎讲？我说姐姐舍本逐末，跟那些黄毛丫头置什么嫌弃？她能盖过您的，无非就是名分。您若是能在名分上争回来，这后宫您说一句，强过她说100句。你这是什么意思？姐姐若能尽早将公子华立为太子，这后宫您还用争什么？不错，大王一向宠爱华儿。我若是姐姐，这时候就多听多看，静观其变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大王明察秋毫，姐姐久掌公务，平平安安，从无差错。而新王后初入宫中，若有什么差池，大王以后会更看重谁？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大王要的是后宫风平浪静，谁扰了大王清静，大王就会嫌弃谁。姐姐真要对付他们，倒不如让他们以为姐姐甘心服输。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魏良人不愧是出身魏国，当真是有鬼谷子之才，得纵横心术啊！我这也是班门弄斧，大主意还要姐姐自己拿。夫人，彩绿，有话直说。夫人从来都对后宫的纠纷躲避三舍，今日为何要给魏夫人出主意？我们的母国在诸国当中最弱小，不仅要依附魏国，还要看其他强国的脸色行事。我在宫中同出一辙，既不能得罪魏夫人，还要看其他嫔妃的脸色。母国国君盼我能在大王面前说上话，父亲母亲盼我能在后宫左右逢源，真是难呐。可给魏夫人出主意，就会得罪了新王后啊。魏夫人向我讨主意，我怎能不敷衍她？新王后是不是得罪得起，还要看。再说，我给魏夫人出的主意也算不上任何主意，不是吗？是。老婆子，哎，公子今日如何呀？好多了，喝了碗粥，也能起来走动了。哦，多给咱弄点蜂蜜水，那东西养人。哎，啊。
你身体还未痊愈，应当躺着，喝碗蜂蜜水吧。老伯，我在你这里已经住了多日了，请你告知我的伤到底怎么样？公子命大，虽然受了伤，但不致命。那我是如何伤的？在秦国的时候，我在河边遇到了你，你一身是血，身上有伤。后来啊，我把你背回了家，替你疗伤。我们养蜂人居无定所，我就带你到了这儿。那这是哪？这是魏国呀。魏国。唉，这兵荒马乱的，幸亏那日啊，你遇上了我，不然你早被野狼撕巴着吃了。老伯说在秦国救了我，那我应该是秦人。那我是谁呢？我姓谁名谁？夫人，这是夫人的父母亲让小人转交给夫人的信和礼物。小人送信已回，呈交通关符节。父亲母亲的身体可好？母国国君有何吩咐？两位贵人一切都好，只是念着夫人，如今列国多事，国君望夫人能够为母国多多周旋出力。我知道了。夫人，芈月来了。你们先下去吧。小人告退。魏良人，芈月，这是王后精心挑选了一些楚国上等的绸缎，给姐姐送来做衣裳，也是想让姐妹们给宫中添些颜色。王后真是有心了。芈月，快坐。方才离去的可是魏良人的家乡人。母国来了信使，带来了父母亲的信。芈月，芈月，你怎么了？魏良人，这是什么？不认得这个？秦国城池关隘把守极严，如果有车船经过关隘，没有这种铜符节，都需要经过检验。若是有货物携带，还要纳征。后宫嫔妃来自各国，自然与母国有礼物往来，所以大王特赐我们每人1枚铜符节，以便出入关卡。这么说，后宫嫔妃手中每个人都有这铜符节了？低阶的嫔妃和应妾是没有的，原来只有魏夫人、唐夫人、国美人还有我的手中有。去年大王分别给了魏少使和樊少使各1枚，如今王后手中应该也有1枚。有什么区别吗？芈月为何对此如此关心？我曾在义渠见过这符节。魏良人可愿教我，如何才能分辨出每个人手中铜符节之区别？把符节给我。你不给我，我如何教你啊？芈月，看清楚了吗？这个位置是一个魏字，是国名。芈月，可记得你当初看到的铜符节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什么字？我记不清了。芈月啊，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要纠缠进去的好。为什么？这宫里是是非非，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招来祸患。所以在这宫里久了，有许多事不能说也不能做，装聋作哑才能明哲保身。
我明白魏良人的意思，我一向做事恩怨分明，绝不会牵连他人。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姐姐，大王有没有给过你一枚同符节？是，大王曾告诉我说，宫中位分较高的嫔妃们都有这样一个通关的同符节。拿来给我看看。姑姑，去拿来。是。妹妹怎么想起这符节了？因为这符节就是宫里人和义渠人勾结的证据。有了这枚符节，追查那义渠人背后的主使就有眉目了。真的？妹妹快看看，是不是这个？没错，就是他。当日我被义渠人劫到义渠草原，在义渠人手里，我见过这东西，一模一样。啊，有了证据就好了，你我可以直接去找大王陈情了。是。既然你看到了那枚符节，你可有看清楚了符节上的字迹吗？我当时没留意，若是知道这东西这么要紧，我一定想法子记个真切。大王，您要替臣妾做主啊！好了，寡人知道了，你们下去吧。是。义渠人手里竟然会有我大秦通关的符节，倒真让寡人心惊。大秦的符节绝不会在普通人手里，要么是重臣，要么是后宫嫔妃。王后他们怀疑有人勾结义渠人伏击车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事情铤而走险是要冒极大风险的，除非那人立令智昏了。新王后若出事，对谁最有好处？你们都下去吧。是。说。魏夫人，若是没有新王后，她是有可能被扶正的。魏夫人就算有此心思，也没这手段。那会不会是大良造？当初他就竭力反对与楚国联姻，这些年他又与魏夫人走得很近。魏夫人和大良造都是魏国人，他们两人在魏国就相识，平日来往密切，也有道理。大王，公孙衍身为大良造，权倾朝野，手中的权力几乎与商君无异。当日先公封商君为大良造，将国政尽付商君，为的是支持商君变法。而公孙衍对国家的作用却远不及商君。虽然他也战功赫赫，但臣以为他身居大良造高位，倘若不能警惕自守，却勾连母国，甚至将手插进后宫之中，那这件事情就不得不防啊。楚离子，寡人明白你的心思，但公孙衍才华盖世，功勋累累，朝中军国大事，均离不开公孙衍。寡人相信他对大秦的忠心。那这个案子，大王打算如何处置？先不要声张，等等再说吧。是。你们都找仔细了，打开箱子，仔细找找。是，夫人。放到哪儿了？到底放到哪儿了？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哎呀，这到底放在哪儿了？你到底放在哪儿了？啊？哎呀，在哪儿呢？哎呀，夫人，找到了，找到了。吓死我了！这个可千万放好了，切不可丢了。什么东西不可丢啦？姐姐，是你啊，吓我一跳。
妹妹，你听没听说过有关符节的事情？怕什么？你的符节不在这儿吗？哎呀，亏得找着了。你说我到底带哪只啊？姐姐来的正好，快请坐。你快帮我看看，哪只钗更配我的新衣裳啊？妹妹生的国色天香，配什么都好看。总是这么说，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哎，这是上次你母国送来的礼物吧？是啊，还是上次重阳我给父母亲送礼，母亲专门派人从母国送来的。妹妹真是孝顺，定是常送节礼回去吧？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父亲的50岁寿辰快要到了，我得准备礼物让他们送过去。妹妹的同福节还在吗？自然还在。背到哪儿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酬。好玩。回去背书去。我不，我和姐姐一起玩玩。我不是在玩泥巴，我是在做重要的事情。哦，你做的是什么？那么重要？我做的是符节。做符节有什么用啊？做符节是为了找人，找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在哪？在这宫里，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冉帮姐姐找，好不好？好啊。不过姐姐先要考考你的功课。首先你要明白你刚刚背过的《无衣篇》的旨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说的是秦人征战，兴王师，修戈矛，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分享同一件衣裳，他们同心协力，一致对敌。请问魁姑在吗？你找她何事？我来找她借个绣样。哦，她在屋里呢。我也来弄一个。什么？符节？是啊，姐姐。妹妹刚才听下面人说，芈月正在会院里做符节。她还没完没了了。姐姐，她拿泥巴做符节什么意思？估计她是想用这种方法回忆起符节上写的什么字。姐姐，那可怎么办呢？采凡，奴婢这就去办，速去速回。是。姐姐，你笑什么呀？你刚才跟我说，芈月她偷做符节。是啊，偷做符节这事儿，说大可大，说小可小，这可是个机会。姐姐的意思是？我美人不是让你去她那儿看她新做的衣裳吗？是啊，你何不即刻就去？妹妹明白。魏良人，大监。魏良人近日很忙啊。大监也没闲着。年纪大了，赶不上年轻的时候耳目那么灵光了。大监说笑了，这宫里的哪件事儿能瞒过大监的眼睛？哦，那魏良人倒要跟老奴说说一两件了。大监定是知道，宫里这些日不少人为那同福节睡不着觉呢。
王后，你都绣了一上午了，还是喝点热汤，吃点点心，歇歇吧。这件玄缎是大王在上元节祭祀时要穿的，我得赶着做出来。这些事情交给缝人绣娘来做就行了，王后何必把自己弄得如此辛苦？这是我给她做的第一件衣裳，从头到尾我都要亲手做。你说，她穿上这件衣裳，会不会记得我的心意？那是当然。王后，什么事啊？国美人来了。请她进来吧。是。拜见王后。不必多礼。珍珠，赐座。是。不必了，王后。臣妾来这儿不是为了闲坐，而是为了帮助王后追查要案，整顿后宫纲纪的。哦，国美人请说。王后虽然刚刚开始主持后宫事务，但是宫中的规矩大约也是知晓。王后请看，这是何物？这是出入秦国城池和关隘的符节，进宫后大王也给了我一枚。那王后一定明白，朝廷符节在秦国宫中是顶要紧的东西，私自授受他人便是砍头之罪。当然，若有人私自制造符节呢？那是大逆不道，形同谋反，要受车裂之刑。但臣妾听说，竟然有人在宫中偷偷制造符节。王后难道不该秉公查处，查获此人，并告知大王，严惩不贷？私作符节，此事重大，你可有证据？臣妾若没有证据，怎敢轻易登王后的门槛呢？那你拿证据来给我看一看。若要看证据，只好委屈王后跟臣妾走一趟了。